这颗直杆硬上红下山桩，朋友嫌它是根棒棒，我拿回家当成宝贝。好歹也是个树桩，本打算把这个直杆锯掉，还是忍住了。十就直，把枝条养成下跌的趋势，试一下能否弥补这个棒棒的单调。养了4年，根系发育很好，用美姿带浅重，透气性好，生根就快。气温开始回落，硬上红又到了新一轮生长期，但这个时间段很短，到10月中旬就基本停止生长。种硬上红用什么样的土？看看这种土，里面含有粗砂颗粒，黑色的就是腐叶土，含有微酸性，这是硬上红在生长过程中最需要的。种养的时候，土中一定不要藏肥，肥在土壤中是很难控制的，用好了它才是肥，掌握不好就是害。肥害出现的概率比较高，尤其是在初秆盆景阶段。硬上红是浅枝根植物，在浅土层透气性好，能诱发更多的须根，但这些须根很细小。比较一下，我这是1号铝线，1个毫米粗。盆土为什么要透气性好？盆土长期过湿，这些细小的须根得不到呼吸就会腐烂。去掉一些土，把下端的粗根剪掉。这个底部的粗根基本没有长须根，剪掉方便上盆。硬上红的生命力是比较强的，这个粗根没有长须根，也没有腐烂。有的时候硬上红下山桩种养1年多，既不长根也不发芽，皮还是绿的，这就是硬上红的个性，对成活需要一定的条件。硬上红要在开花前种养，选择潮湿阳光充足的场地，盆土偏干，透气性好，把握好这3点，在种不好下山桩，问题不在你，而在这个树桩上。这个树桩长相不好，选一个好看一点的盆与它匹配。用这种浅盆，固定的铝线要穿好。这是配好的土，沙子土和腐叶土各1半。放上树桩，找好它的重心，主干要稍微倾斜一点。像这种直干最好不要直立种，那样看上去就真的成了棒棒了。用圆形的盆种养要有4面观察效果，调重心要从多方向去观察。把土填好。除了种养下山桩，盆景放盆同样有个成活关。这个成活的关键就在于土与根的亲密度，根与土充分接触才能吸收养分。在上盆的过程中，要像这样用手压缩根，小木棍来回摇动，让干的盆土流入盆底。盆景上盆后生长不好，很大的原因是盆土中留有空隙，根长霉而产生腐烂。做好盆面的保湿，防止土被冲掉。树桩高了容易摇动，一定要把它固定好。主干立好，形也定了1半。接下来对枝条进行梳理，与干形成一个完整的造型。这是以前扎的铝线，这里顺便讲一下，拆除铝线要注意什么。用手捏紧枝条的后端，再进行铝线的拆除，这样在拆除时才会避免损伤皮绳或折断枝条。像这种拆除不方便，直接用水口钳将铝线剪掉。硬上红的愈合能力不是很强，愈合形成的时间比较长，但它的枯干部分容易形成烫发，适合雕琢。这个主干迟早是要雕一下的。从顶开始调整。硬上红的枝条比较脆，但也有它柔软的时候。从这个时候到10月份是比较适合盘杂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当年生长的是开始末日发，
水分含量会减少，不容易折断。改变顶的方向，立了一个风向标，其他支的流向按这个顶去做。这个时候要放点音乐就好了。玩盆景的过程放点音乐做事是很轻松的，尤其是在进行攀扎时，操作的时间长了就会感到枯燥乏味，这就是玩盆景中的寂寞。尽管如此，也只能坚守，谁让你去爱他们？印上红的枝条容易从结口断裂，在攀扎时也要用手捏紧枝条的后端，把枝条的空间调整出来。印上红枝条增抽比较快的阶段是在没有完全木质化，一旦对它进行修剪或攀扎掉了，就会加快木质化进程。像这一盆，成活后第1年把枝条往下掉，这样就造成了枝条以后增出变慢。现在只能考虑多留一些枝条，让整个树形显得丰满，以后再随着枝条的生长剪掉一些枝条。把生长在内部的车子剪掉，这种只占空间，采光也不强，花开的小，花开的时间也不同步。根部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萌生枝条，而且分流养分，最好不要留枝。把叶空小，花苞也开始形成。关于印上红开花前的修剪，接待开花期的调整，因时间关系就留到下期视频播出。感兴趣的朋友请持续关注。还是那根棒棒，只是把它的枝条梳理了一下，使枝条的走向和空间稍微清晰了一点。这样上盆之后，除了使枝条增抽，新长出来的枝条要及时把它剪掉。2至3年后再进行放盆。印上红开花是要消耗大量养分的，必须对它进行放盆休耕。